我们先前介绍过两个浏览器的扩充 Tab Copy 跟 ROM Highlighter，主要能够让我们很快速的从网页里面去截取我们需要的内容，并且以我们自己需要的格式，我们就可以再将之贴到我们的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也是一个浏览器的扩充，同时它是专门针对 Obsidian 可以使用的一个浏览器的扩充，它的名字叫做 Obsidian Clipper。那以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Obsidian Clipper 在设置上的一些重点，我们怎样子可以很方便的把它设置成可以快速的来执行，而且也可以把网页上面的各种格式呢都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样子让我们截取到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能够更好的呈现。那以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安装跟设定。Obsidian Clipper 这一个浏览器扩充有开放原始码在 GitHub 上面，那有兴趣看一下原始码的朋友可以到 GitHub 的网站上面来看一下。那我们如果只是要使用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到 Chrome 的线上应用程式商店里面去安装。那要请注意的哦，是微软的 Edge 的商店呢找不到 Obsidian Clipper 这个扩充，因此请记得要到 Chrome 的商店里面哦才可以找到它。那安装完以后呢，在我们的工具列里面呢就会出现Obsidian Clipper 的按钮。那假如说这个按钮没有把它固定在工具列上面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要做设定的时候会比较麻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可以点击这个扩充功能这个按钮，找到 Obsidian Clipper 以后，点击这一个眼睛的符号哦。那这个如果它是没有加一个斜线的话哦，像这个有斜线就表示不会在工具列里面显示哦。那我们让它变成是一个眼睛的符号的话，它就会显示在工具列上面。那我们有需要截取文章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点击这一个按钮，那它就可以执行截取网页内容的功能了。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哦，我们先来做一下设定。首先，我们就是在工具列上面呢按右键，然后让这个功能表出现，再选择扩充功能的选项。哦，我们过来看一下哦，在这个工具列上面呢，我们按右键，然后选择这个扩充功能选项，它就会显示出它的设定的页面哦。那在这边你就把你需要的内容给填进去。那真正有影响我们截取的格式哦，事实上是这一个啊，clipping 的 format，就是说你截取的内容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组织，然后到时候贴到剪贴簿里面的内容就会是这一个里面的格式哦。那我先把这个内容存起来，然后按这个 reset 把它还原。原先如果你没有做过设定呢，它会是用这样的形式来呈现。它也就是说，它有几个变数我们可以来使用哦。这个 clip 呢，就是你选取的内容。到时候我们要在网页里面想要贴到我们Obsidian 笔记里面的内容呢，你要用选取的方法把它选取起来。那选取的内容呢，就会是这个大括号 clip 这一个内容。然后后面这个大括号 title 呢，就是我们网页的标题；大括号 URL 呢，就是我们目前浏览中的这个网页的网址。然后还有日期，就是我们系统当天哦，就是说你在哪一天截取了这样子的内容，它就会形成我们需要的内容出来哦。但是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个 clip 哦，因为我们选取的内容有可能会有图片，有可能会有超连结，有可能会有一些程式码等等。那用这样的格式来呈现的时候，它的格式会跑掉哦。那因此，我在这边呢，就是借用了 admonition 这个外挂哦，然后用这个 admission 的这个外挂的内容呢，把我们要截取的内容呢放在这个程式码的区块里面，这样子来保持比较完整的截取的内容哦。好，那这个格式输入完毕以后呢，记得要把它储存起来。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基本的格式设定就好了哦。但是我们接着哦，为了方便我们的操作，我建议大家再来做一个快捷键的设定哦。那我们一样哦，到这一个按钮上面哦，但是这一次要点击这个管理扩充功能。那在扩充功能的管理页面上面哦，我们要选择键盘快速键，然后我们再来搜寻Obsidian。好，
那我们找到以后，你在这个启用扩充功能这一边呢，你给它一个 hotkey 哦，比如说我在这边呢设定了一个快捷键是 Alt 加 C，我再按一遍 Alt C，好，那到时候我们只要在我需要截取内容的页面上，我直接点击这个 Alt 跟 C，它就等于是我们点击的这一个工具列上面的这个按钮，直接用 Hotkey 呢，执行的效率会比较好哦。我们就不用把滑鼠游标移过整个荧幕哦，移到右上角再来点击，而是直接在你截取完的位置的附近呢，就可以直接按下这一个 Alt 跟 C 来做截取的动作。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实际看一下怎么样子来截取内容。首先，我们浏览到了我们需要观看的网页以后，我们就找到我们想要保存起来的内容哦。比如说，假设我这一段内容我想要把它保存下来这整段包含后面的图片到这整个段落我全部都要把它保存起来。那我们就做好标示以后呢，按下我们刚刚设定好的 Hotkey，或者是你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功能的这个按钮那我们现在因为设置了Alt C，我就直接按下 Alt C。好，那按完以后它其实就会把这个内容呢，就会贴到我们的系统剪贴簿里面来了那这个是我使用的剪贴簿的工具 Ditto 那它就会把这个内容整个复制到我们这个工具里面来。那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内容，假设我这个内容也要保存起来的话，那我一样做好标示，再按下 Alt C 啊。那我们就是照这个动作全部做完我随便抓几个好，再按一个 Alt C。好，假如我们的动作已经都做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切换回我们的 C 点。那找到我们要放置我的内容的笔记假设我用这一个test 这一个笔记我所有的测试的笔记都会放在这边。好，我先把内容整个清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 Ctrl V 把刚刚保存在系统简列簿的内容呢，直接贴到我的笔记里面来。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使用了 Ditto 这个工具所以我就按下 Ditto 的启用的 Hotkey 把它给显示出来。然后呢，再选取我要贴进来的内容我们刚刚选了3个内容然后直接按 Enter。它就会把刚刚我们标示的3个内容呢，整个就贴进来了那我们切换到预览模式来看一下。那因为我们这边用了这个Admonition 这个外挂，所以整个完整的内容呢会被包含在这个程式码的区块里面，这样可以比较完整的保存到原来的格式。那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第一个就是title，我们再切回原来的这个笔记格式就前面这一个中括号里面放的是 title，然后呢圆的括号里面呢放的呢是我们的 URL，然后最后面 at 呢就是我们的 date 那后面这一边这里面就是放我们所有的大括号 clip 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标示的内容那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再切换回我原来的这个笔记那做好了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事实上我们需要保存的一些知识点呢，就可以很完整的储存到我们的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来了那接着你应该就是再来做一些心得的撰写，然后再做一些笔记的整理比如说把这篇笔记用一个比较好的名称，再加上标签等等，再放到你要放的资料夹里面那这样就可以完成一次我们知识的截取的一个操作了。好，那今天介绍这个 Obsidian Clipper 呢，希望对需要截取网页内容的朋友有一些帮助。那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